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老师，欢迎回到本期的嘉生红丝竹音乐。上期影片我们谈到是基本的调音方法，本期我们提出几个非常实用的调音小秘诀跟观念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借由调音来正视自己的演奏及音准的问题哦。首先，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，老师啊，我调音的时候为什么拉弓音准偏高，推弓音准偏低呀？这样我到底要怎么调音才正确啊？这是因为你的弓速及运弓力量不均匀啦。我们建议大家在一开始学习调音时，也用练习长弓的方法来调音，也就是拿调音器及节拍器放好，同时将两个设备开启。节拍器可以设定在速度70，利用2拍1弓或者4拍1弓调音，让拉推弓的弓速都均匀。这时候运弓的力量也得到大幅度的平衡，那拉推弓的音准容易稳定在调音器的一个维度，就不容易产生拉弓偏高、推弓偏低的问题咯。老师啊，应该是先调内弦的音还是外弦的音啊？其实我们建议可以先调外弦的 A， 再调内弦的 D， 因为大部分乐团在调音时都会先给外弦的 A， 这是一种好的习惯哦。如果你去听音乐会，应该会发现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，乐团的首席会站起来给乐手提示，然后声会给标准音 A， 整个乐团就会开始调音咯。所以我们个人调音也可以先调外弦的 A 哦。我们现在都用手机下载 APP 来调音，是不是就真的不用买调音器啦？其实手机调音有非常多的局限，对于初学者更是不友善。我们认为用手机调音只适用于已经很会调音，或者精准的说，只是把调音器变成辅助工具的二胡人才有办法哦。调音器功能还是比较多样且方便学习，而且手机 App 调音界面非常的多元，等于在入门调音时要指导老师能照顾到每个人哦。老师，我已经学习一段时间了，我也会调音了，但是我的音老是不准要怎么办呢？其实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，应该这样来回复大家。一般学生使用调音器调音都是靠眼睛来调音，根本不是用耳朵来调音哦。我们都是依靠调音器上面给的指示来调音，像是灯号啊、指针啊这些信号来做调音，所以根本上都是用眼睛来调音哦。这时候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调音器另外一个作用。先将你的调音器打开，一样设定成442赫兹。接下来把哨这个按钮按下去，这时候你应该就会听到调音器发出一个声音，这个音就是 A， 我们就可以用听的方式来调音哦。所以我们建议初学者一定要购买调音器。当然我们可以再继续调整，将这个按钮上下按着，你就会听到声音越来越高或越来越低，调整到萤幕显示的 D， 那这个音就是内弦的 D 哦，这才是真正的使用耳朵来听音准。老师，如果我已经先调外弦的音准都已经调整后，再去调内弦的音准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？基本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反复确认音准，这样才是比较好的。原因是因为二胡的2根弦紧靠在一起，是由千筋线将2根弦维系在一起，这时候内外弦调音很容易互相影响哦。老师啊，我已经都可以把琴的空弦音调整，只是拉到下把位感觉音准怪怪的，那是什么问题啊？通常我们把二胡的内外弦都调准之后，
那就是5度音正确了，也就是二胡的内外弦差5度音，所以下把位也应该正确的5度音哦。这时候如果下把位不准或者发生5度音不纯的状况，那就是应该要先更换新的琴弦哦。可能是琴弦已经老化的非常严重，才会产生5度音不纯的状况。还有一种我们最不想遇见的问题，那就是你的琴杆歪掉了，这时候就需要去找制琴师去协助调整跟维修。老师，我们去听音乐会的时候，那些舞台上的音乐家都很厉害耶，怎么可以不用调音器就把音调准？那是音乐家都会听拍音啊。简单的来讲，我们调音时要设定442赫兹，442发出来的 A 是一个音准跟波形，440发出来的 A 是另外一个音准跟波形，这2个音准是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的哦，就像是你现在听到的这样。如果你还没能感受到，那就要继续依靠调音器做调音的训练哦。是不是觉得本期的影片很实用又好玩呢？快点拿起你的调音器，一起来尝试一下吧！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学习调音的，或者你还有什么调音方面的问题哦。问题收集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就会制作一期影片给大家。下一期影片，我们要介绍一个调音的辅助装置，便宜又好用，非常适合大家在团班课的时候使用。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吴老师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狮柱音乐见面喽。